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出品的 MPM12N 这一款大黄蜂外传造型的天灾了。其实擎天柱这个模具出来了，不管说你电影里边登没登场，原著里边有没有，肯定会冲突黑色的。啊，这一次嘛，也是给你搞出来了。但是现在的官图真的不能信啊！上一款黑色的天灾，在 MP44的模具重涂成49之后，我们就能感觉到塑料满满的廉价感。3C 版，所以膏药上面明显的写着出产地碧上村。纸品方面，盒子里边只有一份中文的天灾说明书，日文说明书好像都不带了吧？来看一下玩具的实物吧，可能在镜头里边表现出来这个漆面还是挺漂亮的，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用肉眼看这个塑料味儿十分的强，并不是镜头里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亮亮的效果啊，这个是我灯光棚照射之下的这种流量感吧。但是碧上村这一次负责的这个代工手艺还可以，车身密合的基本上问题不大，每一个卡扣都卡得很到位，而且看这些线对的都是很齐的。料子虽然说也是偏韧性吧，但是基本上该有的卡扣都能很准的扣到位。可能碧上村现在代工的手艺也有进步吧，红色的车窗很漂亮啊，青色的漆面点缀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毕竟 MPM12这个模具呀，其实我觉得设计的还挺好的，挺精彩一模具，只是我觉得碍于一些成本限制，束手束脚的吧。设计师在制作的时候，尤其这两个猫耳朵放在车顶上，真的挺碍眼的。但好在呢，后续的一些第三方也会给这个12模具做配件包啊。就是目前不知道黑色版本后续会不会做，但模具已经开了，第三方这边肯定也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这两根烟囱使用了很软的材质，但是官方的合金零件一如既往的廉价，就很粗糙的感觉，并没有那种打磨很光滑的味道，又或者说合金的材质不一样吧。4轮接地滚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轮毂有漂亮的涂装。黑色版啊，总会觉得比红色的那个原色版要好看不少啊。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的产品，这个车型在黑色上面表现出来的样子，我觉得也会比红色的好看太多了。只是中间暴露着这么大的窟窿，怎么想的呢？把这个武器就直接挂在这儿了，你如果能塞到这儿堵个窟窿也好嘛，对吧？其实这个后边已经做的挺平整了。只是中间这个窟窿让人感觉有点碍眼了。这方面也是在原色12的时候，咱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老规矩，直接开始来快速变形吧。首先武器啊，打开卡扣，这里双关节翻过来，打枪的造型还是挺帅气的。开始变形它的车型，首先把这一侧的面板翻上来卡住，这里有印着两个非常漂亮的霸天虎 logo 啊，一大一小。这块扣起来，卡上。车顶这一条整体拉开，扣一下这个卡扣的位置，这一条拉起来，解锁开里边非常漂亮的细节。然后后边的这一块盖子中间的卡扣打开，和膝盖甲连接地方的两个卡扣往起提，整体的往下拉，哎，解松掉。猫耳朵后边这里也插了一个小插扣，在这个位置把它打开。前方的车前脸位置和轮子下方结合有一处卡的地方，暗处在这里。同时打开的还有这个地方挂载的一个小大点儿，解锁开，把这一片翻上去，顺势把胳膊从里面整体的掏出来，很经典的大哥收纳手臂位置。而且注意，在车窗户上边这里也有一个大卡扣啊。把这里卸开，边往出折，边解放，从里边翻一下，然后把这块板子盖上，就好了。尖头这里进行多段的 M 字折叠，里边一摞卡扣啊，压一下，把它扣上，然后从二头肌旋转到正确的角度上，另外一边也是抠出拳头。板子折叠，二头肌旋转到正确的角度，这一摞板子放下来，压合。注意小细节，烟囱往后旋转90度，
这个软胶的捏着点根部去旋转。哎，好，打开油箱后方的这一块小方块区域，解锁开前边合金零件的一个走向，轮子最后一节往下翻，打开卡扣，两条腿中间的卡扣拆开，脚丫子我们往起折叠的同时，这里有一个双关节往内收，同时的解锁，再往下放，空间就足够用了。先往起翘，然后双关节卡扣翘起来，搓一下，边搓哎边往下转，搞定。腿现在解锁到这一步，拉开，把腿肚子的这一块小零件翻出来，打开轮子，把合金的这个油箱放下来。这个我觉得设计的挺好的，合金零件翻在了小腿中间，还起到一个加强筋的效果。此时这一块放回去，轮子拉正了，放上来，然后后方的腿肚子这里有一个锁扣，把它锁住。前方的膝盖夹拉起来，旋转180，把小腿面板卡回去，这里边的插扣结合住。哎，一条腿就这么简单的变完了。其实说起来 ，MPM12 这个模具设计的并不困难啊，变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处理完的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的。当时我对这个模具的评价还挺高，只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明显的感觉到被成本控制，很多细节没有做到位。但实实际际玩起来呢，变形既有乐趣又简单，同时它实现出来的还原度还很好。变到这一步，最后一个小细节。往里先折一下，再往外折一下，让这个后边的保险杠包住小腿腕。继续来处理上半身，胳膊先打横腾开空间，然后把这一块面板稍微的往开拉动，前方这里有一个方板折平，然后把脑袋带着前胸的这一块旋转个180度，扭到这一面来，脖子这里的一个挡片折起来90度，前方这里再翻转，然后180度把头转出来。哎，这个根部记得卡平掉。看看上方这里结合到位，胸板直接往下按压即可。这里是2个滑道，压下去变成这个三角的夹胸。翻到下方来，屁股蛋抠开，抠开解锁后，再把前方带腿的这一块90度折下来，锁在屁股蛋上边，腰身就解放出来，很漂亮啊！现在的这种感觉。然后注意下方的这个双关节搓动，变成现在的样子，往回贴，贴回来其实它并贴不到位啊，其实是一个斜坡状的夹角度。另外的一边也是注意双关节这一块的避让，旋转的空间，拧，横着归过来。往里贴，夹成一个斜着的腰，然后利用到夹起来的这2个扣子，把这一块腹部夹放下来，跟扣子结合，插住。非常漂亮的一个胸部的造型，以及零件的隐藏收纳，轮子完全藏起来，这一圈的面板刻画真的漂亮。最后，整体的车前脸大面板卡在背包上边一个大卡扣。连接，锁住，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模具真的设计的挺精彩的，身上的一些细节处理，面板的刻画也是官方的神髓所在了。腿部的这块变形非常的巧妙，而且把最坚硬的合金零件放在了中间做一个加强筋，让这个腿部非常的结实。但小腿上边露出来的这几个连接的左右卡扣并没有隐藏起来，这一点是这个模具上边比较可惜的地方。如果说车型的时候那2个猫耳朵让人感觉很碍眼的话，人形的话其实做的还不错了。很多人诟病的是这个手臂上面的大面板的问题，其实黑色版看起来会更收缩一点的颜色啊，看着就收敛了很多，而且并没有太讨厌吧，还好还好。红色版可能这个因为张力比较大的一个颜色，手臂显得很突兀，但黑色版本看着还不错，我觉得各个方面来说都会比原色版要强一些。但是头雕这里的刻画，我不知道是因为改模的关系，还是
或者说刻意的把眼睛给做小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没有原色版的眼睛大呀，感觉眯眯眼儿，是不是为了分辨擎天柱与天灾这两个角色，而故意的增加了一圈，好像让他显得眼睛小一点，更邪恶一点点。但其实 MPM12这个模具的头雕是刻意做小一圈的，又或者说是刻意做窄一圈。包括我们在一些不可变形的版本里，30啦、圣司机啦，其实展现出来的头都是圆鼓鼓，而并不是像现在这种窄长的一种感觉。可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需要变形嘛，然后180度翻折到肚子里边，这个宽度最后会影响到它那个空间的收纳位置。所以玩具版做成了这种稍微看起来有点窄的感觉，正面看不是太好看，侧面看还行，这样子还可以吧。面板的细节刻画是真的漂亮，不愧官方的纹理处理，但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块窗眉的部分水纹会特别的严重。身上的细节处理真的都挺漂亮的，而且现在这个灰色的零件它并没有上漆，但做出来了金属漆的质感，让你肉眼一眼看上去还挺闪亮的。但主要问题还是我在摄影棚里边拍出来的这个玩具会特别漂亮，特别上相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光线在这个料子上面就会变得特别的闪闪发光。但玩具的实物，你要用肉眼看的话，它这个黑色的面板不是纯黑的，有一点发乌、发灰蓝的感觉。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总结来看，这一款擎天柱总体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比原色版的红蓝配色要好看很多的。而且可能大家在玩友的心目中有很多是天灾控啊，并不是说多喜欢这个角色，而是只是喜欢这一款黑色做出来的涂装效果的模具，或者说它的色彩搭配处理吧。也确实在这款12N 上边表现出来的这种各个方面的素质，我觉得比原色版它不是说多好，而是看起来就是更顺眼一点吧。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黑色的收缩效果，让这个手臂不会显得那么的碍眼了。其实它的模具完全没有改变，该多宽还是多宽，因为色彩的关系会显得稍微的窄了一些，让这款人形更加富有比例的协调性吧。那么得嘞 ，MPM12N 这一款电影《大黄蜂外传》的天灾就是这样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这里再插嘴一句，官方的3C 版可能后续，反正现在听说很多小道的消息吧，商家可能也并不太好拿货了，除了这些官方指定的旗舰店了什么的，散户们可能拿不到。这个也是因为决策的问题吧，反正最近的一段时间都在传得沸沸扬扬。那具体将来以后3C 版我们怎么再购买呢？那这个就是后续要看的事情了。但官方如果说真的想要放弃大陆这一块市场的话，那损失的将会是谁呢？其实应该自己想清楚。又或者说，直接以旗舰店垄断的形式这样出货的话，究竟会劝退多少的玩家，流失多少的潜在客户呢？但玩家可选择的太多了，即使说我买不到这些东西，或者说你价格太离谱，已经被炒高了很多款的产品，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山猫号了、卡恩了，这些就通贩玩具很便宜的价格又被整个垄断以后的恶意炒作。其实玩具到了最后它只是一个玩的东西啊，只是大家消遣用的一个乐子产品。而这些做法会不会又把后续孩之宝想要打造的这个孩子品牌孩之宝的这个企业初衷给改掉了呢？那么得嘞，可能这一期的结尾废话有点多吧。玩具还是不错的。其实现在官方在电影《大黄蜂外传》之后，很多的产品都有逐步回温的趋势。不管说设计了、做工了，甚至这一次的壁上村在整体的工艺上边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出现，变形把玩体验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卡扣对得非常准，只是在一些零件的颜色上边以及水纹上边控制的不太好吧，仅此而已。所以在玩具品质逐渐上升的这个时期，又出来了这些垄断的政策以后，其实对于变形金刚这个发展真的并不是很好。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